我问问你，在工地，那个女贼就是李淑婷啊，好像在你耳朵边上叨咕了那么几句，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他是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了。正常。人呐，在这个危险的时候，尤其是一恐惧、一紧张，容易这样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就跟你们说这个电脑宕机是一个道理。我以前也这样，尤其案子断不出来的时候，师傅一训我，一片空白。我光看见他那个嘴啊，一张一合，一张一合，看着他唾沫星子满天飞。但是说的什么，我就是一句都记不住。你说，怎么就会一句都记不住呢？文杰啊，周婶，怎么一个人在喝啊？罗队长呢？哦，我给他叫了一个代驾，他先走了。对了，周婶，这是罗队长给的饭钱。你这孩子怎么能收罗队长的钱呢？我们应该请他才对呀。我跟他说了，但是他非要给。那我们下回再请回吧。罗队长人好，对你也特别照顾，我们应该好好的谢谢他。文杰啊，吃好了吗？啊，吃好了。周婶，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啊，离他远点呗，不绝交还等着过年啊？庄文杰，你现在想靠近的，是我拼了命想逃离的。别查了，我不想像你爸一样的结果。别查了，离他远点儿。
哎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上第2课《花的学校》。曹老师，我需要找一个叫庄文杰的同学，他父亲出了点事，我们需要带他到河里去一趟。哎，好，等一下，庄文杰，过来一下。老师，我们出去说吧。同学们，接下来上自习课，老师等一下就回来。他怎么被警察抓走了？警察为什么要抓他？孩子，我们走吧。庄文杰，找你半天了，原来你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林芷月让你来找我？没，他没让我来找你。哦，那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之前不是参与睡莲被盗的案子吗？我看警察还时不时来找你，你和他们关系怎么样？是不是走得挺近的？没有，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，之前只是意外参与到那件案子当中，他们找我也是问一些相关的问题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……怎么了？你是有事要找警察吗？没事儿，我找警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其实就是帮林芷月打听一下，怕你又惹出什么事情来。你没事儿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你真没事儿？没事儿，学霸你先复习吧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了啊。哎，没通知小叶和那个老马呢？通知了，马哥说还有点收尾工作要完成。不对，哎，然后小叶说，经过专业的珠宝师鉴定，咱们在水池里发现的是真正的月神之泪，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损毁破坏。那问题就又回来了，嫌疑人得手之后他跑就是了，干嘛又放到水池里？他动机是什么？如果说是转移赃物，那会不会是他同伙出现了什么变故，没能拿到这个月神之泪，被咱们抢先找到的？我觉得这分析不对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，咱们压根儿就没发现他有同伙的迹象。买椟还珠，买什么？还珠？我问买什么？买椟还珠，包装啊！切，你还真不屑，有点道理，但不是包装，有可能是跟月神之泪相关的什么东西。你就是庄耀柏的儿子。嗯。小伙子，
你父亲失踪这12年来，不只是我们单位发布网上寻人启事，公安部门也在找他。不过，一直都没有他的音讯。我刚刚看了你的信息，你现在是成年人了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没事，您说吧。哦。 按照法律规定，宣告失踪满2年，你作为近亲属是可以直接申请宣告死亡的。我这么说是为了你好，你父亲还留有房产，你母亲也去世了，现在只有你是唯一的继承人，而且你这马上就要步入社会了，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。您容我再想想吧。好吧。哦，还有。 你之前打电话提出的遗物问题，我们这儿并没有，可能是已经在公安部门那儿了。那您知道是在哪儿吗？稍等啊。青城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。李淑婷。罗队，经过我们对现场提取到的指纹、足迹等痕迹物证。 再结合法医提供的生物检材，我们和国际刑警取得了联系，查清了他的真实身份。他的真名字叫李淑婷。你经历过什么？不管他经历过什么，被通缉这么多年都没被抓到，反侦查能力真是够强的。也许这么强的反侦查能力，就来源于那些不幸的遭遇。可能这个信息确实跟本案的关联度不大。我们还是回溯一下，我们这个案子最开始这些线索谁给到我们？得有10多分钟了吧，罗警官？你把我这提出来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过来喘口气儿，顺道看看你，感谢感谢你。嗯，忘了苏富比，忘了啊？哦，怎么样？破了呗，案子。人抓着了，死了。挺高兴啊你，啊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，对吧？哼，自作自受吧。那你在里边
做点什么没有啊？就是帮了点小忙，帮点小忙，把人家往火坑里推，你多大仇啊？跟人家？我跟他有什么仇啊？我是跟他爹有仇。丁生火呀，你以为我说的是谁死了？我说李淑婷。来吧，好好聊一聊你跟李淑婷什么关系，怎么认识的，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，什么计划，还有没有同伙？是不是让你在金库里面发邮件的那个人？不好意思，罗警官。啊？我头疼，今天怕是配合不了你调查了。张文杰是吧？对，跟我来吧。你父亲庄耀柏的档案我看了，他是在12年前的6月12日，驾驶一辆福特轿车由西向东行驶。事故呢是发生在青城市的环礁公路的第2路段。当时车辆冲破了公路围栏，掉入了江中。后来我们把这辆车打捞起来的时候，车上的挡风玻璃全都碎了，车辆整体进水，但是车内并没有发现你的父亲。之后，我们组织警力对河道下游的5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1个月的打捞工作。我们不光出动了大批的水警，还派出了专业的水下救生员，但是最终也是没有什么发现。不过，技侦的同事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分析，当时以那样快的车速造成的冲击力是很大的，你父亲生还的可能性非常小。前面就是物证室了，跟我来吧。哎，老张，之前跟你说的东西呢？啊，稍等。好，当时啊，车内其他的相关物品已经交给刑警队了，也就剩下这2样。给。我能把这个拿回去吗？行啊，这2样东西啊，在这里放了很久了，也不是什么强关联物证。等会儿把这表填了，你就可以把它拿走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的身份证登记一下。计划执行的怎么样了？先生，您放心吧，之前您不是说让我多准备几种方案吗？我只用了1种就搞定了，其余的方案根本用不上。我叮嘱过你，要小心行事。我的话你忘了？先生说的话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你现在做的事关系到我的大计划，要谨慎。等确切的消息传出来以后，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我明白，能为您做事是我的荣幸。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。啊，手机静音了。你来干嘛呀？这么晚？学校不是晚上断网断电吗？我新下了一个游戏特别好，不打个通宵可惜。感谢贵宝利用。你怎么不把我的箱子给带了？哎呀，把这事给忘了。喂，怎么了？文杰，你来一趟学校吧，我怎么都找不到小雪了。这么晚了，她还没回宿舍，太让人担心了。啊，你别着急啊，这离宿舍关门还有15分钟呢。我这能不着急吗？我给她打了好多电话，她都没接，我还给她发了微信和 QQ， 她一个都没理我。你这样我倒是习惯了，她手机可是不离身的。我刚刚还问了一个同学，他说10点多的时候看到小雪一个人很着急的打着电话出去了，我不知道她干嘛去了，我担心她出事儿了。
我看警察还时不时来找你，你和他们关系怎么样？是不是走得挺近的？我问你一下，他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前段时间高高兴兴的谈恋爱呢，这2天状态是有点不好。我还想问问他怎么了，现在人找不到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好，这样，你先在学校附近找一找，我们现在马上去学校。行，那你们快点啊！走，回学校，走。你人都搁好了，你这找哪儿？来，快！小雪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给你打1晚上电话你都没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这样，你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去找你的。小雪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小雪，什么情况？你别着急，我现在挺好的。你说话怎么这么不对劲啊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遇到问题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。没什么，就算遇到什么麻烦，我自己肯定也能解决好的。而且我已经想好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小雪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你这样说话太吓人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现在就过去找你。曲月，我能遇到你这个朋友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小雪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商量，一起解决的。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！小雪，再打回去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小雪，她肯定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。文杰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她。你们先冷静一下，想想小雪会去哪儿。她10点多从学校出来，如果没有坐车的话，应该离这不远。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她打电话？有一个钟声，而且感觉她说话的声音很嘈杂，风特别大。可是今天晚上没这么大风啊。糟了，他是不是在很高的地儿？很高的地儿，离咱们学校不远，有钟声。东方时代大厦那块不仅离咱们学校很近，而且楼顶就有一个大钟，准点就会报时。谢谢啊。哎，干什么你们？你好，我进去找个人。好，马上出来，快点儿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很瘦，然后她大概到这儿？
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节哀。小雪。 新城电视台为您播报：昨夜东方时代大厦发生一起坠楼事故，坠楼者经当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，死者为女性，据悉是青城大学文学系一名大3学生。我们现在正在青城大学探寻花季少女惨死的真相。哎，来，领导，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你们校领导对吗？请问死者真的是青城大学的学生吗？请问死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？他的死和学校有没有关系呢？各位记者同志，我们校方的原则是不想让事态继续恶化。这事件的本身啊，并不像外界谣传的那样。一旦调查有了结果啊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。领导，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。领导，走。 算了，老是摔跤的一样。你好些了吗？文姐，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小雪已经自杀了。她不像我这么矫情，那么脆弱。我不知道她这么坚强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呀？你昨天是不是说？ 他有感情问题，是，但是他不可能因为感情的事情就自杀的，他一定是遇到更大的麻烦了。其实他昨天有来图书馆找过我，来问我跟之前那些办案的警察熟不熟悉。我当时是觉得他有点古怪，但是我也没多想，他也没多说就离开了。 现在想起来，他应该是来寻求帮助的。如果我当时，我去，这不会吧？这真的假的呀？裸照 PS 的吧？这人不是？你一屋说什么呢？这他妈谁干的啊？ 说谎，那是我干的。你站起来！你冲我们干嘛？这又不是我们发的钱。你看那时间，昨天就有了。怎么了？给我，给我！怎么回事？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警说昨天晚上就有了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可能拍这样的照片的。林芷月、庄文杰、孙志坚，你们3个出来一下。小林，你是王雪的室友，所以你应该是比较了解她，对吧？嗯，好。 你有听说他家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比方说家里人生了重病啊，需要钱啊这种。没有。他上周还给家里人打电话，说一切都好，还问中秋的时候要不要带点东西回去。啊，要买东西。那他最近这个开销大不大？有没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时候？小雪她家庭条件不太好。 家里还有一个在上学的妹妹，平时很节约的。王雪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，特别的人，身份比较特别，关系比较特别，啊，有没有什么这个经济往来啊，或者纠纷？没有。罗队，你问这个干嘛？王雪这个事件如果定性是自杀的话，应该不用您管吧？这不是还没定性呢吗？而且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一点
别的东西。您说的是裸照吗？都看到了。那不是有人恶意 PS 的吗？还真不是。你们也看到了，然后你们又是他的同学、好朋友，就不瞒你们了。我们这个技术部门呢，已经鉴定过了，不是 PS 的。而且不光是王雪，还有其他几个受害人，像这样的照片，都在昨天中午从网上流了出来。我们查了一下，是从一个套路裸贷的软件的一个后台数据当中泄露出来的。所以王雪是因为这个照片的事儿才去自杀的。不光是，我们从后台数据发现呢，王雪贷款的金额将近300万。300万？嗯，他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所以来问你们嘛。你刚才也说了，平时王雪没有什么大的开销。没有。啊，那么她的银行账户我们也查了，没有大笔支出，也没有大笔入账。那就是说，王雪很有可能是被迫贷款，背上了高额的债务，又没有能力去偿还，所以才……从通话记录上来看，最后一个电话你打的，说什么呢？什么也没说。我们3个当时急着去找他，他就把电话挂了。之前说过什么？前2天他一直情绪不太好。为什么？可能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。我本来想找他聊聊来着，但是我没时。王雪有男朋友？嗯。啊？有。嗯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干嘛的，哪儿的人？我不知道。见过吗？没有。照片？也没有。我只听小雪说过，她跟她男朋友是网上认识的，聊了有2个多月吧，这个月才线下见面，属于是网恋。那个时候她每天都笑得可开心了，她特别幸福。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想不开，她就自杀了呢？她怎么这么傻呀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？嗯。关于王雪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了。好，随时想起来什么都可以找我，他知道我电话。罗队，您就别在这儿候着了，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？我不是不放心，我不放心王雪这手机啊，都摔得这么碎了，你怎么才能把里边东西给倒出来？罗队，我看您除了这摩斯码，别的课也得补补啊。这些我上学时候都学过，我这，对，我还是先学摩斯码。我不催你啊，我就在这借你这地方，我学一会儿。罗队，您看，通过破解他的手机，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王雪的一些信息。手机照片很多，只可惜没有找到她跟男朋友的合影。不过通过她的社交账号呢，我们找到了她跟男朋友的聊天记录。你看，我看看。从聊天记录上看，她跟男朋友关系破裂就在这个月。王雪的高额贷也是这个月才产生的。哎，我来捋一下时间线啊，你们看合不合理？
这个所谓的男朋友，以分手为要挟，逼着王雪跟他发生性关系，故意拍下裸照，然后把高额贷款直接算到王雪头上，自己卷钱跑。你们觉得合理吧？按目前这证据，可以，有道理。小叶，你能不能追踪一下跟他聊天这个网络账号？这样，我登录王雪的账号，反向追踪一下。好。哎，怎么退出了？我再试一下。显示有人在异地登录他的账号，赶紧追踪 IP 地址啊！我再查。显示在青城大学图书馆。马上联网查治安监控，看看是谁。好。王雪聊天工具 PC 端的登录次数特别少，就只有几条和同学互换作业资料的记录。哎，你看一下他好友名单里有没有可疑的人。他跟你一样是学生会的，同学录里光咱们这届的同学就大几百号人，没有聊天记录真的很难筛。警方拿走了王雪的手机，他们有她的通话记录。还有聊天记录的线索。胖子，给我查一查王雪的网页浏览记录。网页记录啊，淘宝、知网，还有这个小说阅读网，这些都有什么用啊？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啊，你说这诈骗犯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王雪信任他的？胖子，你对技术最了解，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黑客，他是不利用高端的技术，而是从人性的弱点开始入手？你是说社会工程师？对，这个人就是利用社会工程学去调查、搜集了王雪的社会关系、消费能力、日常习惯，还有兴趣爱好。伪造了相似的背景，去降低王雪的心理防线。王雪在这个斗来网上和一个已经注销了的用户有473条聊天记录。而且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给出了电话号码。他就是个骗子，就是个渣男啊！跟文杰说的一样，他提及的话题都跟小雪的爱好有关系。你们看，他一上来就提布鲁诺·舒尔茨小说里的话，这是小雪最爱的作家。这个用户的注册时间很短，注销时间也是在几天前。胖子，你能不能反向查一下他的 IP 地址，还有他的注册信息？悬，这些都得申请人网站后台数据了。那起码你把他注册的邮箱给我调出来。我试试，我试试。除了这个广告、垃圾邮件，什么都没有。1号晚上12点，在逐浪游泳馆男更衣室，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确实没什么有用的信息。我说啊，我们还是把电脑上交吧，调查的工作就交给警察去做吧。不行，昨天就在图书馆。王雪来找我问这些警方的事，如果我当时细心一点，
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。就非得做点什么，给咱们添上麻烦。还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，就不明白说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道理吗？非得折腾。不过他这受害者是他同学，他想帮忙倒也正常。你们仨摊上事儿了。你看，我们目前就找到这些东西，下一步呢就需要罗队你来帮忙，向斗来网申请调查一部分人的用户资料，估计会找到关于这个诈骗犯的线索。你给我派任务啊？王雪的电脑哪儿来的？她的账号你们怎么登录的？是这样的，她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，我们可什么都没做。电脑是刚才……哎，林芷月，你在这儿啊？我刚刚去学校门口的电脑修理店，发现了小雪的电脑也在那儿。她不是最近出事儿了吗？我就先把她的电脑拿回来了。你跟她的关系最好，帮忙转交给她的家人吧。我们想，要是查到什么线索，一定会跟罗队你们说的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个案子是我们警察在查。罗队，我们真的只是想缜密分析行为习惯，搜集相关信息，模拟思维逻辑，从而获得目标心中藏着的秘密。这就是我刚才跟罗队您说的社会工程学。我只是有个建议，这种学问既然能被电信诈骗犯使用，那我们一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对付他们。用不着你建议，你们3个就是添乱，严重影响我们的执法。双，带上电脑，带上他们仨，跟我走一趟。啊，罗队长，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是我自作主张要查，他们只是想帮助王雪，所以来看了一下我查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跟你一块回去了吧？好，就你一个人，跟我走。快点儿！在王雪电脑里的聊天记录中，我们发现一些规律。根据这些规律，我们调取了斗来网的后台数据，筛查出大量相似的聊天记录。再通过这些聊天记录进行反向排查，我们发现受害者不止一个。与受害者交流的这些新注销的账号，虽然说用户名和注册邮箱都不一样，但你看，遣词造句、标点停顿，所有的这些书面上的语言习惯来看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。但是总觉得王雪这边不太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就觉得这个跟王雪的对话更带有恶意。恶意。情感操作的套路，就是对目标进行人格矮化。不光是王雪，其他的受害人都收到了人格矮化的这个信息。但是你分析王雪他们的对话，你就会觉得有明显的自杀诱导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仅仅是诈骗。不仅仅是诈骗。还有一点，咱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时间轴。王雪的这个裸贷照片是在昨天下午被发到网上的，但是真正在网上扩散发酵是在今天，今天上午。但是王雪本人的手机啊，她收到这个短信的信息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，这个信息里面就涵盖了一条链接，是她裸贷的照片。可是
这个信息是网上的信息群发器发的，我们又查不到根源。这个人他心理变态吧？不光要骗钱，还专门要害死人。我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变态了，我就着急，我想抓紧时间破案。还有这么多受害者，我不想悲剧重演。警察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他们就让我提供了一下之前查到的信息。没有就好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，文杰。我替小雪谢谢你。如果当时我追上去问他一下就好了。你不要自责了，你没有错的，错的是那个不要脸的骗子。我现在就希望警方赶紧抓到他，这样就不会有更多人像小雪一样。喂，罗队。我想找一下你那个同学小林林芷月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哦，他就在我旁边呢。怎么了？这样，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直接说。嗯。喂，罗队，是我林芷月。小林你好，哎，我是罗坚啊。有这么个消息啊，我跟你说一下。通过我们在对这个斗来网用户的筛查，还有这个非法的信贷公司的数据的整理，我们现在又找到3个被害人。那我们呢就想跟这个3个被害人了解了解情况嘛，对吧？多搜集一些证据，有利于我们尽早破案。但是呢，这3个女孩呢可能担心身份曝光，受到2次伤害，所以都不太配合。我还是想再问问你啊，有没有别的关于王雪的线索，可以给我们提供的？我知道的都说了，如果想起什么，我一定跟您说。抱歉了，罗队。文杰，可不可以这样啊？我去找他们谈谈。我来帮你想办法找到他们。嗯。你好，你是似水年华吧？你是？哦，我是昨天跟你通过电话的林芷月，王雪的好朋友。特别感谢你能来和我见面。我看过王雪的新闻，我能感受她的痛苦，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。当然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知道，可能回忆之前的经历会特别痛苦。如果一会儿我问到什么问题让你不舒服了，你可以不用回答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谢谢。沉默的普鲁斯特，你对这个网名有印象吗？那他一般都在什么时间段跟你聊天啊？仔细想想，这个南中花海找我的时间还挺有规律的，一般都是下午5点之后出现，到晚上10点就到晚安，说是第2天要早起工作。对了，早上9点之后基本发信息就不怎么回了。那除了线上聊天，你们2个有线下见过面吗？只有过1次，还是我缠了很久Vincent才答应跟我见面的。要不是因为见过他，我才不会像一个傻子一样那么相信他。那他本人长什么样啊？很高，很瘦，他戴个墨镜，看起来很高冷。他穿的都是奢侈品，但不是像那种暴发户啊，很有审美和衣品。他的头发往后梳，抹了很多发蜡在头上。脸上
胡子拉碴的，头发也挺乱的，刘海有遮住眼睛，眼睛总是眯着，给人的感觉很忧郁。我觉得他在穿着上并不是特别讲究，洗褪色的工装，但好在干净。他的背一直都空着，话也少。但除了聊文学的时候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特别兴奋。其他的时候，他应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吧？说实话，他给人的感觉挺单纯的，完全不像个骗子。哦，他的手特别好看，拿着小萤石在搅咖啡，手势很优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气质。这种气质给我的印象比他的颜值更加深刻。不是说3代才出一个贵族吗？当时我就觉得他那种谈吐、仪态，家里怎么都得是3代以上的书香门第啊。除了这些，他还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？哦，对了，他身上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。什么味道啊？不像是香水，倒是有一点松木香，有一点焦味，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爆米花的味道，但是有一点点甜，但不是很重，特别像焦糖的味道。对，是焦糖。那你们当时见面的地方在哪儿？我都说多少遍了，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行。帮个忙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就这么多了。我说，你这不是为难我？罗顿，挺有钱啊你，添麻烦了，给我们看看上个月7号监控呗。我说，你们谁呀你们？这是监控，不是谁想看就能看。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添麻烦。当然，我也可以破例。行，您稍等。小林同学已经把你们查的情况都跟我说了。我们是刚从罗山的这个西餐厅过来，人家那家店长就说了，说有个小伙子死乞白咧要看监控，也给了人200块钱，还真看成了，是你吧？不是，我就想看一眼。哪那么大好奇心啊？有钱没处花了是吧？给你要回来了啊！谢谢罗顿。行了，警官同志，谢谢。哎，没你事了，别影响我们办案，走吧。走。200块钱什么时候还？这不是不还你了。这小子反侦查意识可真强，从进门开始，全都避开了监控摄像头角度，脸都没拍着。你看坐这位置，也特别隐蔽。没事，体型身高基本上差不多，跟我们之前看那2家啊一样，应该是一个人。范围确实是缩小了，还不够啊。那就奔办法呗，把这几家店所有的这个沿途的监控都调出来，那不就能看出来他这个行动轨迹了吗？确实够笨的。警察同志，我方便讲2句吧。这个人依我看，应该是我们同行。同行？是这样，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啡师。那咖啡师在做手冲的时候呢，对于力度、角度和速度都是非常有讲究的，所以他会反复去研究这一系列的动作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。这个人他搅咖啡的动作和节奏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非常的专业。模范群众，感谢。要不交给一下声音，给我来杯咖啡。行， 2杯。
对对，咱们之前去的西餐厅在罗山区，冷饮店在临湖区，这次这咖啡馆就在南城。你看，这人很明显不想让人发现他固定活动区域。3个区都去过了，你看他唯独没有去平原区，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他住在平原，或者是工作在平原？兔子不想吃窝边草。这3次约会，1次周末，2次工作日，工作日的约会时间都是定在晚上7点，这说明和工作地点有2个小时的路程。那就排除了临湖和罗山这俩地儿太远了。我记得那几个女孩提到过，那个男的身上有焦糖味儿。这家咖啡厅的特色就是焦糖布丁，会不会就是这家？你们俩真不喝酒？酒精过敏。哦，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来了？我们上次来这儿是个咖啡馆啊，怎么现在改卖酒的了呢？进门的时候没仔细看吧？门上写着呢，5点以后该酒吧营业。我们上次来下午哈，喝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冲咖啡。哎，你们这咖啡师有几个人啊？就1个呀。哦，认识他吗？算不上认识吧，就是交接班的时候能打个照面。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李安福啊。你怎么又找这儿来了？你这样真的干扰我们的工作。王雪的案子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们，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好吧，那就拜托罗队了。回去吧，走。哎，先生，我们马上要闭馆了，要游泳，明天早上9点以后可以。哦，不是，我就是来跟你咨询一下办卡的事儿。我朋友在你们这办了会员，他跟我说介绍过来的可以打5折，是吧？对。哦，他叫李安福，你帮我查一下。李安福是吧？那你稍等我一下。好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明天见。拜拜。稍微等我一下。我们在咖啡馆找到了他的工作牌，李安福。我们呢也跟3个受害人聊了一下，现在基本上能够锁定整个这个套路带嫌疑人就是他。之后呢，我查了李安福的户籍档案，他不是咱们青城市人，不过呢，好像16、17岁就到这里来打工了。社区人口普查显示啊，他至少换了7、8次的登记住址，大多数情况呢都是一些零杂工，工资并不高。不过啊，他最近登记的这个住址呢，是一个租金并不低的白领公寓。这个公寓我们也去了，公寓管家说呢，前2天他这个钥匙就交回到管家这儿了，说自己呢是要出远门，要旅行，而且确实2天之内这个人没有出现过。从他的电脑里，我们查到了一份 Excel 表格，你们看，这全是他在斗来网上筛查的用户信息，非常非常详细，就特别奇怪啊。这个李安福呢，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藏匿啊、销毁啊、处理证据的这种打算。会不会因为时间太紧，来不及销毁证据啊？突然辞职说去旅游，又正好是王雪出事那天，怎么看都像是看了新闻想要跑路。是有这种可能啊。不过我也查了他的身份证号，最近都没有乘坐公共交通的长途出行记录。也没有什么租用车辆啊、酒店登记的记录都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他的身份证号办理的手机号早就欠费停机了。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一天，挺辛苦的啊。咱们再坚持坚持，再接再厉啊！这样，你去跟咱们兄弟单位打个招呼，
帮我们把整个全市的什么洗浴中心的网吧呀、按摩店、足疗店啊都拆一遍。啊，看看有没有叫李安福的客人登记入住。好。你查出租车公司，你查所有网约车公司，看看这2天有没有李安福这个客人坐车出城的这种情况发生。好，好吧，好，来，走。在逐浪游泳馆南更衣室取一件东西。钥匙我放这了，我先走了。下班了，我们喝咖啡去啊。我的泳镜是放在这了吧？哎，小王。咱2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如果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，但是他却瞒着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儿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还用说啊？离他远点呗。我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大海捞针。你说这李安福总不能是再骗一女的，给他扫一共享单车骑外地去了吧？太扯了。有，文杰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喂，罗队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。其实李安福他不只是个诈骗犯，之前跟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但是，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电话要接啊，有时间我给你回过去。罗队，耗子在哪儿？丁斯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李安福找着了，比你说那共享单车还扯，快走！怎么样？罗队，罗队给你带吃的。哎呀，饿死了！我找机会跟大志换一件，他也没吃呢。他人哪儿呢？在酒店大堂守着呢。我们已经确认目标在1311房间了，是个套间，还有3名同伙，调监控发现了。我已经叫了增援。是个诈骗团伙啊。怎么发现他们的？我们就是通过走访出租公司找着的。前天呢，在路边有个人劫车要去东边的余江市，我呢就找到这个司机了，然后跟他核对了照片，确定是李安福本人。哎，你好，我们前面接到余江了，请问具体地址在哪儿啊？还是下高速有人接你啊？你先开着，我打个电话。哎。喂，我已经到余江了。再说一遍，玩我是吧？换地方也不提前说一声。这最后一次，别忘了是你求我办事儿。我们去哪里啊？掉头回去。啊？回青城市。后来司机就把他拉到了这家酒店。我了解完情况之后，带着大志就过来了。本来还怕打草惊蛇，想着编个理由跟前台从侧面打听一下，结果还没到酒店，就在旁边小吃街碰上他了，吃冷锅串呢。
出了人命了还这么嘚瑟，心真大。要没有庄文杰给咱们提供思路，就靠咱们在这儿解码代理服务器，想确定他的物理位置，难着呢。没错。刚季真那边也给我发信息了，李安福他公寓的 IP 地址直接登录过其中一个诈骗账号，估计啊他是想把自己的真实 IP 隐藏在这么上千个代理伪装的 IP 地址里边，让咱忽略过去，想跟咱玩灯下黑。浩哥，我们到了，原地待命。哦对，人都到了。咱们动。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折腾出这么大动静，你他妈还有心思出去逛街吃东西啊？那么小心干什么？我们4个待在一个套房，越是鬼鬼祟祟，越显得可疑。我现在看见你怎么就这么恶心呢？这马上要办大事，你出去骗钱去了，还弄出人命了。我怀疑他是诚心的吧？啊，他诚心想把雷子弄过来，是不是弄死咱们啊？出了事你看着，红姐要不要你命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配教训我？是你们红姐说等着看我的本事，我才拿几个小姑娘试试手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合作关系，我做什么用不着跟他交代，我又不是他养的一条狗。再说一遍，放开他！他说咱是狗，放开他！李安福，确实是我们把你请来的。但是你要是不小心自己把尾巴露出来，让别人逮住了，到时候别怪我们弟兄手狠。你们就放心吧，我做这种事多少年了，哪次栽了？现代社会嘛，网络就有这个好处，你可以有无数个身份，把最真实那个藏起来，没人能发现。楼层的结构已经都摸清楚了，2侧的消防通道都安排了咱自己的人，很好。1311的房间侧对着电梯间，酒店管理的人已经把9到16层的中层梯都给停了，防止有人突然上来干扰咱的行动，很好。还有这上下3层的住客已经妥善安置，一会儿耗子跟我冲进去，您和双在外面堵着门，妥妥的瓮中捉鳖，根本跑不了。你还真是成长了，继续努力，开始行动。电梯上行。你不是狗。